小王小三超嚣张，正面对决脸都绿。我现在人在屏东，你可以来看我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已经跟我那个朋友在交往，历历在目啊，历历在目，历历在目。你男朋友喜欢冲浪，喜欢潜水，那你都不陪他，你不是希望我可以幸福吗？我帮你陪他，那你应该要祝福我。感情一问理不清，王少伟一再被骗。老婆跟别人出轨所生的孩子，我需要抚养吗？你比较好重哦。立浩哥，你说一下为什么？为什么养得下去？因为前妻的小孩你也是要养，不是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不需要哦，不需要，不需要嘛。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晚安，你们好。陈哥，我老公前缘谁啊？他有小三了，我们今天的主题跟神经病有关吗？你老公前缘怎么了？他有小三了。惊讶，但不意外。不是，你有证据吗？是小三亲自找上门哎，我亲眼看到的。他们不顾我的感受，直接在我面前亲亲抱抱。真是这样的话，那就太超过了。太超过，但我还是做饭给小三吃了。小命，小命，老公跟小三这样对你，你竟然以德报怨，我本来是不想帮小三准备晚餐的，真是他的眼神感觉非常需要帮助，非常的无害。眼神无害，对需要帮助。对，你指的小三是流浪猫。前2天自己走到我家门口的，我老公马上就把它收留了，还一天到晚黏着我老公。你觉得被冷落就嫌猫是小三，你让等一下来出场的来宾情何以堪？他们各个遭遇过的货真价实是介入感情的小三小王哦，到底他们跟第三者之间的交手有多精彩啊？欢迎他们出场。介绍第一位，首先欢迎王少伟少哥，接着欢迎吴尊，哎呀，欢迎柠檬，柠檬姐，哇，欢迎拉拉，欢迎我们最爱的律师简大为。感情的纠纷今天会有律师来帮忙。 OK， 好，来，第一个环节，看，什么看？想笑还是气？那些年让我恨得牙痒痒的第三者。因为大家都以为我不会遇到小王，其实我，当兵来看我，当兵来看我，这个人是小三，小王是原配，小王来看你，小王来看你好朋友、好兄弟耶。哎，原本我的新训是在林口，后来被调到屏东。然后呢，我就想说，我打电话想要跟我女朋友讲这件事情。我那时候交往一个就是蛮好的一个女朋友，我要跟她讲说我被调到屏东了。可是你知道新训其实很难打电话，好不容易等到一个电话，其实我也不是能够交代的那么清楚。但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，我好不容易找到她了，我第一通电话跟她讲说我被调到屏东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她接起电话的人，好像这整件事情跟她。对他来讲是事不关己，就是有点冷淡。那时候因为我当兵，我们根本没有说要交往多久了？那时候已经1年多，反正我非常多了嘛。这么快？还没7年呢。20岁左右的感情能谈多久？别闹了。那个时候那个阶段来讲是很重要的人，重要也很爱的人。而且我当兵是调到金门所以我会更需要他的关心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可是好不容易我就等到就是可以会客的那个恳亲的那个日子，我就赶快跟他讲说，我现在人在屏东，你可以来看我吗？然后呢，他就回答我，他答应我，我就当然是很高兴。可是他有一个小小的要求，因为屏东比较远，他怕舟车劳顿，他说他会找我的另外一个好朋友来，然后结伴同行。我心里想也对，因为。你看，我们隔天那么早要会客，他如果不前一天下来，他可能凌晨就要出发了，然后8点就开始会客了，等到12点，好不容易他们出现了，然后我当然也很开心啊。可是呢，我的女朋友，我只能说她是一个非常好的
演员。怎么说呢？他的那个对我冷淡的这个态度，可以说是联系从打电话一直到会客，一直都是保持很冷淡的。他以前看着我是会有粉红泡泡的人，然后现在结果看到我，会不会就是因为你发型变了，他瞬间就破灭？有时候真的头发就是第二张脸。有这么现实吗？你知道现在服役的人有你那个才20几岁嘛，你那个飘逸的长发突然变平头，没有？不是外形。确定？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已经跟我那个朋友在交往。你说来恳亲的时候，已经他们对，因为你看我刚才有讲到一个重点，你们可能没有意会，那当下的我也没有意会出来，就是他们已经提前一天到了，就是到屏东了。那照理讲，隔天应该要一大早就要来看。对啊，结果中午才到，他们中午才到，在忙，那就很奇怪啊。那你干嘛前一天下来呢？对耶，对不对？你们干嘛前一天下来？既然你们中午都到，你就隔天你早上出发，你还可以中午到啊。所以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其实就是已经在约会，然后有在过夜了。你有没有去要个解释？啊，好死不死，我又在外岛当兵，我隔了2年我才退伍嘛。哎，这个兵变。那其实蛮严重，你知道我后来我学长看到我，他说你应该不是去金门，你要去绿岛的，好绿哦。啊，你今天的帽子也要去绿岛，你的帽子也是绿的，今天，所以我全身才穿绿的，因为这件事情我到现在去绿岛真的就是还是历历在目啊，绿惨了，真的历历在目，历历在目啊，对啊，我的往事历历在目啊。而且我回想起来，你看他那一天还来恳亲呢。还跟着我们两个盯着纵火的现场，纵火犯都在旁边看，看他作品。那时候真的算是痴情，然后我的功力又没有现在那么深。哦，你现在很深是吧？哦，深惨了。哦，拜托，你要讲深不可测，深不可测。好骄傲。哎，就摆那个样子。下一个我们想听听拉拉怎么样？哎，刘贴身衣物示威。哎呦，哇，对，这个小三厉害喽！小三很厉害。我那时候交了一个男朋友，那因为我很喜欢我的男朋友进入到我的朋友圈。我吓我一跳，对，你要讲得快一点。好，不好意思，我讲话比较慢。我们已经有各种画面进来，我就把他介绍给我很好的妹妹。那其实这个妹妹，我就是一直都对她很好，就是有工作也分享给她。然后因为我赞助商很多，所以有时候我穿不完的衣服啊、泳装啊、彩妆，我也都会送给她。哇！然后后来大家就一起约出去吃饭，然后开始就在聊，那男生的兴趣其实是冲浪跟潜水。但因为我是一个溺过水的人，所以我就对海上的运动我没有什么兴趣。但有一次我们就是聊天约一约，那女生就说：“哎，我最近也在考执照，可以去深潜。”然后他们就很有话题聊，那我也觉得很开心啊，就是因为我听不懂嘛，但我可以陪他们听这件事情，一直到过了2、3个月吧，我就开始看到，哎，我男朋友都会也是跟一群人去潜水，然后因为我男朋友不会打卡，但是我那女生朋友会打卡，而且她穿的是我送给她的那个泳装，哇，然后后来呢，隔天我就在我的副驾驶座发现。这旁边有塞一个白白的东西，我还以为是卫生纸，结果把它拿出来，哎，这件不是我送给我姐妹的比基尼吗？他在车上换衣服，他在车上换衣服，把这个泳装放下来，然后故意塞在这里，让我有点宣示主权的感觉，就是想要让我知道他的存在。然后后来那一天，我的好朋友也跟我说，哎，拉拉，我觉得你真的很大气哎，因为你的好姐妹身材很好，她胸部比我还大，然后就是他们去海边玩，有时候女生就会装嗲说好冷好冷，然后我男朋友就会拿浴巾包住她。然后我朋友说你都不知道这些事情吗？我说我不知道哎，他说他们做的蛮明显的，你要观察一下。然后后来我就去问那个我的姐妹这样子，她说没有啦姐，就是我跟她只是潜水的海里的玩伴。真的没有像你想象中海里的玩伴没有你想象那么复杂，而且他还反过来指责我说，但你自己要反省一下哦，因为你看你男朋友喜欢冲浪，喜欢潜水，那你都不陪他，我帮你陪他，还要被你骂，哇，
叫你反省一下。对他叫我反省一下。没有尽到妻子的义务。我那时候还真的愣了一下，说，哎，是不是我真的要去学一下游泳？这样子我就可以陪他有共同兴趣。但过没多久，我跟这男朋友因为一些事情分手。分开过没多久，我再去找这女生讲的时候，这女生就说：“哦，其实我已经跟他在一起了。”哇，无缝接轨，无缝接轨，其实愧疚都没有吗？我有往回去推测，其实他们应该早就在一起。因为那个女生 IG PO 的很多动态，都是那个男生带她出去海边玩，然后都会过夜，因为他们会住很漂亮的 villa。我才发现哇，我原来戴绿帽戴这么久，一直到分手之后才确定这件事情。而且那女生还跟我说：“你不是希望我可以幸福吗？那你应该要祝福我啊！”你爱分享，你不是说好东西都会分享给他？可是那你的姐妹就会觉得你男朋友是好东西，所以应该也要要接受。但我后来觉得那女生帮我挡灾。挡灾说。对，因为后来这女生跟我的前男友结婚啊。哦。然后也帮他就是做试管婴儿，试了一个儿子，因为那个男生一直想生儿子。他帮他怀了孕，然后结了婚之后呢，这男生又继续外遇，而且外遇的对象还是我好朋友的朋友，就是闺蜜。欢吃窝边草。后来他就因为比较轻松了，对啊，就因为产后忧郁，然后就离婚。所以这个小孩呢是男生家里独立抚养，这个女生就有点像代理孕母。被利用完，然后就被离婚。对。那，你有在看诅咒他看好戏的感觉？我没有。温柔的诅咒他。他刚感觉他就是他好像就是代理孕母帮他生一个孩子，好是这样。好险哦！嘴角露出一丝丝的微笑，这样。帮我挡煞。这一种非常猖狂的小三，或者是自己身边的闺蜜好友，像这个事情。在简大为你的诉讼案子当中有接过没有？其实有遇过啊，而且其实我觉得拉拉她的闺蜜已经算是比较没那么可怕的。这样还不可怕？对，还不可怕。我们遇过怨气最深的小三，是我们已经打完诉讼，要赔钱了。他赔钱的时候用那个不是可以备注附言吗？汇款的时候可以备注。你看这3笔15万嘛，这只是利息而已。难怪阴道炎和今什么今天身体很好之类的，不义之财拿了会怎样。他就是要汇款完还要再骂我们当事人，超级夸张的。他赔了多少钱？100多万。很高哦。然后他每5万就写一个骂人的。其实我蛮希望他多骂一点的啦，因为蛮舒服的。可是这还可以再继续告吧？可是跟他没有办法，我就跟他说，你就想好拿这些钱去干嘛就好，不要跟他纠结。他是怎么样？为什么会这么气？其实他小三已经不是第一次被抓包了哦，老婆就持续告。小三也就持续赔，小三也会为了报复老婆告他，反告他一些乱七八糟，说什么恐吓啊，然后说强制罪啊，或是妨碍名誉之类的，所以两边关系弄得很差。可是因为每次都赔一点点，然后她老公也死性不改，后来去决定痛定思痛，决定一次花多一点钱，她找征信社。拿了所有就是比较明确的证据，要我们帮他告。但你也知道嘛，这种案件都赔个几10万而已啊。他说不行，这次一定要让他赔到上百，让他痛。他就找我想办法，我也只能试试看。这种感情的事情怎么界定赔多少钱呢？他有价目表？有这个有价目表的哦，有价目表。我先讲为什么100多万很多，因为现在假设你那个讯息暧昧讯息，赔大概10万元以下。暧昧讯息就要10万元哦，以下。那如果有接触呢？对，接触，比如说有拍到拥抱、牵手或是亲吻，大概20万左右。进到房间里，大概是40万左右。哦哟，那如果进到房间里，你还能证明在房间干嘛的话，就会在往上追加。那生小孩大概80万以上，有到生小孩。价目表。所以这个案件里面他没有生小孩哦，然后也有进到房间里。那大概也赔了100多万，为什么？就是因为我们那时候故意起诉的时候什么都不付，就说啊你陪我老公上这个酒店这样子。他说没有啊没有，我们就慢慢丢证据，看到他的车子，小三的车子在那个饭店前面停好。他说那是我借别人车，好，那我们就提出第2张照片，说啊我有拍到小三下车，还说不是你。他说有我有去，但是那天我是因为那个来，他借厕所借换洗衣服要送洗。好，那我们就问饭店说有没有送洗服，也没有。那再戳破一次他的谎言，他说哦没有，我是自己去的，没有跟老公去。那我们就调阅刷卡记录，发现是老公刷卡。然后这时候小三再说没有，我是跟你老公借卡而已。可到这个地步，其实已经没有人要信他了。法官觉得他不老实，还浪费了很多司法资源，所以最后
判了快200万，他就是很气，所以说那15万元是多少？是利息而已，然后剩下当然有还，不过他真的很嚣张，最后还要戳人家大老婆一下，真的什么人都有哦。四处宣扬以廉洁。哇哦，李连杰怎么了？以廉洁，就是我之前有交过一任女友，反正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我们也是恩恩爱爱、甜甜蜜蜜的。那个时候在交往过程当中，也到了差不多8、9个月的时候，那当下其实因为那段时间其实我蛮忙的，然后我还记得他有跟我说，前天跟我说他要隔天要跟他朋友去聊保险。那一天我说啊你们要约哪？他说约在一间酒吧。我说哦约酒吧，好 OK 啊，那就去吧。当我到家的时候，我想说3点20分，奇怪，怎么都没有任何讯息？他不会已经睡了吧？不行，就是我觉得你到家至少报备一下。酒吧聊保险聊3个钟头，你觉得可不可能？对，不太可能。就不会吵。而且那个时候，因为其实大家都出来喝过酒或什么，其实都知道，基本上酒吧只开到2点，到了3点都还没有回，我就觉得有点怪怪。不合理。对，我就打给他说，哎，你还在酒吧吗？他说，哦，对啊。我说，哦，酒吧好安静哦。他说，我说酒吧在巷子口还是巷子里面嘛？怎么那么安静？他说，哦，对啊，在巷子里面。那个直觉就说，哎，我讲什么你搞到影响你，我就觉得不太对哦。我说开视讯吧。他说他就愣住，他开了视讯之后，当然手机荧幕是这样嘛，整个画面都是他的脸，就他就是贴这么近。我说你在哪里？哦，我在这里啊。我说什么叫我在这里？哇，这个脸贴的。我说你手机拉远。他说怎么拉远？我说你转一圈。他说哦，他就这样。这就已经太明显了吧？啦。然后我就说你在哪个饭店？哎呦，哇，你直接直球对决。我说男生还在你旁边吗？他说没有男生，我一个人，因为我喝太醉，我来那个饭店休息。我说好，那我现在过去找你，哪个饭店几号房？到了之后我就跟饭店说，我说我女朋友背着我劈腿偷吃，我要去她房间，她房号是706。那个房卡到我搬家前我都还留着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是要警惕我自己。你真有那个房卡？我有那个房卡。你在讲是多久前的事情啊？5、6年前吧。哇，那当然历历在目了。进去之后，当然就是你会稍微检查一下整个环境嘛，衣柜啊、厕所啊，然后垃圾桶啊，之前都是这样的，床单要收走啊。没错，一张双人床，一张单人床，但是躺过的只有那一张单人床，双人床完整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看一些细节嘛，马桶、垃圾桶有没有东西。然后我就发现我女朋友是绑着头发的。她什么时候会绑头发？就是在刷牙的时候。然后后来看一看之后，我就开始找，就发现床上有一张卫生纸。我就卫生纸我就稍微靠近一点，就漂白水的味道然后我就说这什么？他说没有，就是这个是没有什么，这个就是我说你闻啊，这就是那个的味道，佳宁的味道。他说不是。后来还说是跟他之前就是反正就是赞助他的一个品牌的老板。然后我当下说好，那就这样子吧。然后后来事情，这个前女友也是圈内人，就是他可能 maybe 就是在 IG 上面可能有一点小小有名气那一种的。这件事情结束之后，那当然也分手。那有一次就是我在我朋友的口里听到说，那个男生就是小王，到处讲说，我跟吴尊的女友发生过关系，然后到处宣扬。柠檬翻脸小三，陈哥却画错重点。那女生朋友就传讯息给我男朋友说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我就问我男朋友说多久了，我就用我男朋友手机打给他，我就开始连骂他2个小时，再骂我男朋友2个小时，对我就是都骂好强。你有这个体力，早就跑到台大了。我在我朋友的口里听到说，那个男生就是小王，到处讲说，我跟吴尊的女友发生过关系，然后到处宣扬。他会不会以为是飞轮海的吴尊呢？那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会很开心。对，怎么会很开心？太过分了吧！太过分了吧！那后来在一个酒局当中，就是朋友的生日趴，然后我们就一群就是大家都不认识的人，但男生你也知道，男生只要有酒有男生，那基本上很快就打成一片。
发现我那个朋友就把我就把我拉出去，我想拉出去怎么？自己演的这么好，好会演被鬼好生动的表演。对，因为我是舞台剧演员。然后呢，接着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：“你在干嘛？”我说：“怎么了吗？”他说：“白痴哦，那个男的就是当初弄你女友的那个。”哦，我说什么？然后我们已经在那个酒桌已经聊了1个多小时。表兄弟的聚会，对，他也不知道，你也不知道，他知道，我不知道。尊宣扬，所以他说的真的是那个吴尊。对，对，然后我当下就是这个火就来了。怎么应对？怎么应对？那个男生我就这样看着他，然后也跟他说嗨，你好。我说哦，终于见到面了。哎呦，哇塞！我说终于见到面了。我说你是不是对我女友做了些什么事呢？他说没有。在桌上说了，我就直接说了，当下就说了，因为当然有点酒意，就是讲话就会比较直接一点点。然后我就提早离开，那没想到他比我更提早离开，就想到这一切就算了，我就跟我朋友转述这些事情。那刚好可能他们有认识的朋友，这个转述，然后这个转述慢慢转述到后来，到他的老婆耳里，因为他是有家室的人。哇塞！他老婆知道之后，他们就离婚了。像这种报复的方式，其实有很多种。刚刚吴尊是一个方法，告诉人家老婆，然后问题就是有时候对方是没有老婆的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对，我们之前有当事人就说要告，我说你这个就算告下去就是几万块而已，不值得。他说那他要报复小三，可不可以？小三跟老公是在同一家公司里面的同事，那他们2个其实就是蛮明显的啦，明目张胆的这样做。那这也是好嚣张哦。对啊，公司也不管啊，因为公司也管，老实说也管不着啦。那他管不了嘛。对，因为员工你又不能因为员工的私下行为去惩处人家，这样一定会有劳资纠纷啊。那他就请我想办法，我就想到一个有点 tricky 的招啦，就是我们去检举人家性骚扰，他们会在公司里面摸来摸去的。那个东西其实虽然女生当然觉得没关系啊，可是我们外人看来觉得不舒服啊。那我们就是跟发黑函去给公司说，你们公司谁跟谁之间有性骚扰的问题。那当然，这个不一定会调查成立，因为很明显没这个状况。可是现在新的法规是说，公司就算没接到人家检举，你只要知道可能有性骚扰，就一定要去关切这件事情，这是法律规定的。所以公司就必须被迫去调查这件事。那当然公司会不爽，就会劝他们，你不收敛一点行不行？把他们2个调部门，然后调到分公司去。那老婆才终于第一个报复了。第2个也解决小三一直在老公旁边这样绕来绕去跟苍蝇一样的问题，但这个其实不是常态啦，就是正途当然还是走法院会比较好。夫妻直接面对这种第三者的诱惑，应该要有，可能有时候必要把一些丑话说在前面。会不会更实际的，就是说，假设跟对方讲说，如果你踏错这一步，你就会损失多少金额的数目？当然可以啊，先把这样表可以先列好的。如果是夫妻关系，如果分开，是不是就是要财产要各？没有，你们都可以预先签说，如果有侵害配偶权的举动，我们预先规定罚多少钱？可以签婚前协议，可以，这个可以放在里面。那之后在法院在判的时候，就不会真的判什么20-30万这种可怜金额，就会参考你的那个约定的标准去判。这样子。它这个效果有好吗？比较好，绝对比较好，绝对有可以喝止这种效果。喝阻当然有，丑话都说成那么难听。有了，丑话说在前面绝对有喝阻的效果。我还遇过要刺青在身上的那种。就是如果做错事是类似像萤虫，当然这个没有效啦。可我跟他说没有效，他还是要记我。瓢虫啊，瓢虫，萤火虫啊，他可能把多几次变斑马，你知道吗？好嘞，不要在那跟人家做效果。变 QR code，欢迎柠檬姐。压轴来了，压轴。好来哦，亲门踏户装无辜。这个呢，跟拉拉的好朋友一样。对，这个算是拉拉的故事跟律师的故事结合了。哎呦，对，就是因为我之前的这个男朋友，我们开车的时候不是都会连蓝牙，然后那一天呢是因为他喝酒，我就帮他开车，然后蓝牙在放音乐嘛，这时候就来电了。那因为连接的时候上面会写未知来电，我就说谁打来的？他就说吴尊打来的。我说吴尊，我们刚才跟他喝完酒吃完东西，他打给你干嘛？他说我也不知道就支支吾吾。我就说手机拿来，我就看没有吴尊，我就说你不是说吴尊打给你？他说没有啦，我刚刚不小心划掉了。然后我就觉得怪怪的，好呢，然后之后呢，隔天的时候我们去唱歌，就看到了一个我朋友的赖讯息，我一个女生朋友，假如是拉拉好了，然后呢，那女生朋友就传讯息给我男朋友说，
你还没到吗？但是上面是空的，讯息是空的，但是删掉，对，就是说你还没到嘛。然后因为那个朋友跟我男朋友是绝对不可能认识的，我就说你为什么会有拉拉的赖？然后他还给我骗哦，他说哦，因为之前吴尊想追他，所以他就给我他的赖，反正他就是讲这种荒唐的理由。对，我就拿他的手机，我就出去 KTV 外面，我就打给他，我就说你知道他有女朋友吗？但是他那时候都还不知道我是谁哦。我说你知道他有女朋友吗？他就然后就是很明显就是他知道。我说我没有要怎么样。然后我朋友就是出来跟我说，柠檬啊，怎么那么久啊？然后我还是讲电话哦，我就立刻挂掉，因为他一定听得到。然后后来呢，我隔天起床，那个女生就打给我了。他就说，我真的不知道他是你男朋友，就是我真的很抱歉，但是这女的是你认识的？是我朋友，闺蜜，也是算类闺蜜。那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是不是？对，我也觉得他怎么可能不知道？可是你跟你男朋友太低调了。对，但是我们是低调的，我们没有一天到晚说我跟我男朋友出去什么什么，我们也没有打卡什么之类的。对，所以他那时候他就说好，我那时候就相信他好，他也许真的不知道。然后我就说好，没关系，你不知道，那我们现在就把话讲清楚，他就约出来，然后在面包店握着我的双手跟我说，我答应你，如果他再跟我联络，我一定会跟你讲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感情疑问理不清，王少伟一再被骗。老婆跟别人出轨所生的孩子，我需要抚养吗？第一题就好重哦。绿帽哥，你说一下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养得下去？因为前妻的小孩你也是要养，不是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不需要哦，不需要。我答应你，如果他再跟我联络，我一定会跟你讲，真的，你相信我。可是我也不是圣人，我爱上就爱上了，就给我讲这种话，然后伏笔。对，就跟我讲这种话，都说，但是我答应你，我们不会再有联络了。我说 OK 好，那我们两个就一起哭啊，然后一起相拥这样子，一起哭。对，因为我也很难过嘛。这才是大时代儿女的，对，因为我也很难过是吧？对，因为我就是很爱男朋友，但是我也觉得这个好朋友是好的。好，就大概过了几个月之后，刚好那时候我男朋友要出差去台中，然后呢，我就是打给他，他就说他在楼下抽烟，但是他的房间是有阳台的。本来就可以抽烟的，我说你干嘛不要在房间跟我讲电话？他就说哦没有啦，我们就一群人下来抽烟。好，后来呢，他有一次去唱歌的时候，他的朋友传讯息给我说，你今天会来吗？我就说不会耶，我朋友就回我点。我想说什么意思？好，然后呢，隔天因为我跟我那个朋友会见面，女生朋友本来就会见面，我就一个惊觉得说。不可能又来了吧？你当初都握着我的手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是他吧。但是我就是有个第六感，觉得还是会不会又是他？我就套他的话，我就说，Ella，我问你哦，你昨天是不是有出现在那个什么什么局啊？我朋友说看到你耶，然后他就说。怎么可能？我昨天在台北耶，我跟我家人在吃饭呢。然后你朋友说看到我，不可能啦！你要不要去问清楚？因为我觉得如果我这样被误会的话，我会觉得为什么要这样误会我？然后就是这个声音哦，然后还这样子。好讨厌！我真的没有啦，怎么可能这样子？然后我就想说他讲的这么的理直气壮，这么的笃定，我就觉得可能真的是误会他。有一天他出差回来了，我就拿我男朋友的手机。我就先点开女生的 LINE， 你知道删掉讯息什么东西删不掉吗？公告，LINE 的公告在最上面。可是要设定成公告才有公告。没错，公告上面写什么？公告上面写了化妆品卫生纸、卸妆乳，然后什么盥洗衣物。然后我就想说，不对啊，会设这种公告就代表说应该是跟这个女生有一段的连结了，我就觉得不对，我就问我男朋友说多久了，然后他就不讲话，我就用我男朋友手机打给他，然后他一开始还接下来就说怎么了，然后我就说我都知道了，然后开始不讲话，
我就开始连骂他2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我就说，你知道你当初怎么答应我的吗？你不是告诉过我说，如果你再跟他联络的话，你要跟我讲吗？讲一大堆，一直狂骂他。爱上了啊。对，那你现在就是不要我们这要友谊了嘛？我也不是圣人呢。那不是圣人，跟我什么事啊？说爱上就爱上。我就是反正就是这样讲，他就是也是有哭嘛，就边哭边讲说，我以为你们真的分手了什么什么，我就狂骂2个小时。挂到电话之后，我再骂我男朋友2个小时。对，我就是都骂。你有这个体力，早就考到台大了。太生气了。然后后来呢，这段关系当然是最后是结束了嘛。后来呢，我就是得知那个时候，那个女生是去了她出差的那个住宿的，对，台中的那个地方。但是我非常生气的是，因为出差的那个公司有规定，只有家长或是你的老婆才可以去。但他什么都不是，而且我也没去过。我那时候想说，哎，不然我去看你什么什么。他说，哦，不行，只有那个老婆才可以来，我们还没有结婚，你不可以来。但是他去过，因为他偷偷带他去。今天的这样的算是高潮迭起啊，高潮迭起。在感情的这个整个的波涛当中啊，有人可以全身而退，有人可能就当场失手不见啊，对吧？我们接下来呢，今天就用感情的纠葛来进行这一段法律常识大考验。好，这位了，大考验。这个感情哦，起起伏伏啊，这个情路坎坷的人，如果呢你遇到了你的感情当中有这个第三者，但你还是懂得一点法律的知识的话，可能也不至于空手而回，好不好？空手。对，第一题，希望大家不要人财两失。第一个，老婆跟别人出轨生下来的小孩，我需要抚养他吗？第一题就好重哦。哇，好难哦。跟别人出轨所生的孩子，我需要抚养吗？对。好，5秒钟，请选择。5、4、3、2、好1。要。哎呦，绿帽就是不一样。哇塞，绿岛来的真红哎！绿帽哥，你说一下为什么？你为什么养得下去？因为头衔他如果还是老婆的话，就是跟你还是有婚姻关系啊。对。那他的小孩等于就是比如说前妻的小孩，你也是要养，不是吗？有吗？有吗？不需要哦。不需要哦。你现在养是不是？养很多，养好多小孩哦！哇塞，真的不用养哦。我觉得，因为那个是他跟别人的事情，跟我没有关系啊，所以你自己做的你也要自己受啊。所以我觉得应该我不需要帮你养吧。对，老公跟人家出轨，老公要养，那你跟他还没有离婚，那你是不是要跟着养？我不要养他。但是你不要，你是直觉不问题是我们俩没有离婚，想养跟不要养，我们俩没有离婚，我跟他生了一个带回来，你能说你不养吗？我不要。我的话不是纯粹不管法律怎么样，干我屁事。出轨了为什么要带回来给我养？我希望陈哥是不会有这个问题啦，因为答案是要养哦。我是绝对不养，为什么要养？这个东西大家要知道，法律上是小孩最大，小孩是无辜的，所以说有个东西叫婚生推定，意思就是说，如果在婚姻期间老婆怀孕了，小孩都当成是你的，除非你后续要去告。就是去法院告说这个小孩不会是我的，亲子鉴定没有过，怎么？就算亲子鉴定有过，已经确定不是你的喽，在没有经过法院判决之前，他都是你的小孩，你都必须养。什么？就跟我讲的是不是？因为小孩最大。对不起，我们是夫妻，我跟他生的这个，那亲子鉴定怎么样也是符合的，因为他是我的啊。不是，他会，不符合他的，对不对？不符合他的，对，不符合他的。对呀，而且婚推定是女生才有啊，你男生出去出轨没有关系。对，什么？没有关系。是妻子受孕的时候啊，既然你是跟柠檬出轨，是柠檬受孕，又跟你妻子没有关系。对啊，是你老婆受孕时，拉拉不用养他跟柠檬生小孩，不用。所以是，如果我跟你是夫妻，但我跟陈哥生的小孩，我要养，你要养。但反过来，如果是你陈哥跟拉拉结婚，陈哥跟柠檬生的小孩，拉拉不用养。对。为什么男女不一样？因为女生可以很确定的那个小孩是自己的，那个妈妈，可是男生没有办法确定。对。哦，是这样生理的问题。哦，哇，又是一篇绿云罩顶的耶，真的。
你不用养我的，可是我要养你的。对，哇咧咧，还有这种事情。对，那这样好像女生比较好。那可是如果男生他已经结扎了，然后后来老婆一样怀了别人，都是怀孕时候来算，只要怀孕时有夫妻关系，都先算男生的。结扎了也算我们的，也算啊，保护小孩嘛。保护小孩。这好像我觉得间接这种这好像间接鼓励答题区怎么生气了？生气。拉拉情路太坎坷，陈哥要律师给公道。我订婚后出轨了，结果婚结不成了，请问我需要赔偿给我的未婚妻吗？其实我有一样的故事，你怎么老遇到这你也很荒谬。谁来玩讲公道话？我觉得这种，这好像间接鼓励答题区怎么生气了？生气。你有什么委屈吗？陈哥，你不用带入太多感情，可能觉得不公平。来喽，第2题。我的老公跟小三同居了，我可以请求法院叫老公强制他回来跟我住吗？请请选择。老公跟小三已经住在一起喽，我可以以正宫身份叫老公回家里住吗？为什么不用？因为我觉得他还没有抓到证据，然后同住已经同住了，他不是在外面外宿，不是外宿哦，同居是已经有一个房子，有一个定所了。可是他是成年人，他应该可以自由出入啊。哦，你说他想跟谁住宪法都可以像什么人有什么迁住迁徙自由，人权自由。我可以，人权自由。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。但我跟你讲，但是因为他们还是有夫妻关系，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对啊，法律的可是约束力。他拿什么法律去强制她老公回来家里呢？责任，因为我们现在应该要对于家的责任。我们还有婚约关系啊，我们并没有解除婚约啊。但是法律应该不会限制夫妻要不要住一起或是分开住这件事情。而且很多民间故事，那个老公外遇，民间故事，细说台湾吗？玫瑰同林也吧？还是蓝色蜘蛛网？老公如果住在外面，或者是分居，老婆无法叫他回来住啊。还是只能用罚钱的方式告诉他说，你这样子就要继续罚钱哦，然后逼着用钱拉回。拿什么条文罚法还是可以。你们住2天哦，2天6万6哦。Airbnb 哦，哇塞，还有价目订饭店价目表嘞。谁来玩讲公道话？答案是夫妻有同居义务，但是不能强迫老公回来。对，这个能强迫。对啊，就对了。民法有直接规定夫妻有同居的义务，但是你不能强迫履行。简单来说，虽然要一起住，但是你不住，法院也不能拿你怎么样。顶多就是啊，我因为这样我要离婚，但是没有办法请法官强制老公回来住。我可以因为这样子诉请离婚，可以诉请离婚，可以诉请赔偿，但是就是没办法让老公回到你家住。哎，人的心变了就是变了。对，其实也是这样啦。哦，你对2题耶。对3折勾，我也很意外，怎么会对2题呢？觉得很心酸的感觉，这样正常吗？我跟你讲啊，你以后会很有经验的啦。对，你以后就知道怎么处理小王了。哎，简律师说过，你这样会这样，根据刑法什么你不准跟他住在一起哦。你也不用管我，因为简律师有告诉我这样。你不要要求我回来住哦，傻傻的。对，哈哈。好，请回答题出2区。题怎么办？我们这2题耶，真尴尬哎。原来我这么没有法律常识。希望我们都不要遇到啦。来，第3题。请问我订婚后出轨了，结果婚结不成了，请问我需要赔偿给我的未婚妻吗？当然是前未婚妻了。哦哟，这个好挣扎。请选择。没结婚，好挣扎哦，5秒钟。订婚后，订婚有没有效益啊？有没有法律效益？秦萌，你是不是很担心？你不能跟我在一起，我们现在2题都没答对。你们2个是挂蛋的。反指标。对。我刚才跟你分开的哎，怎么办？怎么会？我觉得应该，因为我觉得订婚是有法律效益的，因为订婚不是会有戴戒指什么的吗？就是你现在是我的未婚妻，然后是公开仪式。对，没错，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有的。所以如果你真的出轨的话，我觉得你是需要赔偿我的，因为如果我有给你订婚戒指，我有去办那个喜宴什么的，什么嫁妆那些，对，那都是成本，所以我觉得你应该是要赔我的。陈哥也这样想，对吗？
我觉得他说的很有道理。排第3题。我跟他站在一起，我就觉得会事情不妙了。我要听他说，其实我有一样的故事，因为我订了婚之后，我的当时男朋友跟我的好朋友在一起。你怎么老遇到你也很荒谬没有，本来我今天也要补这个故事，就刚好出来了。然后那时候我有问一些就是民间的律师，然后他就想，你听民间故事，民间地府的吗？他就跟我说算了吧，就没有办法，因为没有结婚。没结婚就没有啊？感觉是这样嘛？感觉你订婚你还有反悔的机会，结婚要不然干嘛要订婚跟结婚？答案是要赔哦。所以我拉拉是问到阴间的律师，是吧？你问到律师是不是跟他同一伙的？他是不是想说就叫我算了？我觉得以后问剪可能刀尾是算了啦，就是因为这金额可能也不多。不过刚刚柠檬讲，我们订婚不一定要求婚戒指，不一定哦，也不一定要宴席哦，也不用大聘小聘，只要说好就算订婚。那订婚虽然不能强迫履行，就是你不能因为订婚就强迫人家要跟你结婚，是可以反悔的。但是如果你反悔，或是有这样出轨状况导致这个婚结不成，对方很痛苦，你要赔偿给他精神损害。所以在交往的当天说我们先订婚，然后要什么时候结婚都可以，没差。然后他只要一劈腿就可以跟他赔偿求偿。你们遇到谁谈感情的就订婚是不是？就遇到交往就嘛。你都是为了拿赔偿去谈感情，也不能这么说啦，只是一部分而已，一部分。这几题了？现在3题要进入第4题喽。哦，来，有分数，有了，刚1分了，5分2分。 5分2分哎。法律考验超难答，讲钱就是伤感情。我爸爸的私生子啦，可以继承我的财产吗？可以继承爸爸的遗产，但不能继承他的表兄弟的遗产。兄弟没有表，不算兄弟表呢？外面进来的不就是表吗？他的表家女这边的，我是为了得分的。继承你的遗产哦，还有你蒸拌面的股份哦。那这真的不行。第4题，好，我老公出轨了，我是老婆，我只告小三，没告老公，请问我的赔偿金会不会减半？这什么题目啊？这怎么？因为2个人的责任啊。我是老婆，通常都是一起告的吗？没有，这个很好玩。如果是老公出轨，通常老婆只会告小三；但是如果老婆出轨，老公常常连小王跟老婆一起告，大家都这样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什么心态啊？好，赔偿金会减半吗？请选择。5秒钟。我的赔偿会减半吗？还是小三一个人要承担？终究一下，终究是我承担了所有的概念。为什么？吴尊，对，我觉得会减半，因为他只有告小三，没有告老公。如果2个一起告的话，因为他们是2个人嘛，会被求偿一这是个金额。合伙生意吗？对，合伙生意。这生意我觉得我的精神损失100万，那我知道，那你赔50，我老公他以后再给我，就这样的。可是我觉得应该这样算这么荒谬，我怎么会答应？怎么会跟你站在一起？那要来我这里的，刚刚的题目也很多很荒谬吴尊，你在犹豫什么？你刚才犹豫什么？因为我想说，为什么没告老公？法院会不会裁定或判定说，代表你还很爱你的老公，你也愿意原谅你老公，所以赔的钱就少一点点？有没有可能从情感面去切入？那你看这选原说什么选那边？哦，走错了，走错路了。我觉得是出轨这件事情是一个整体的，不会说因为你几个人，我告几个人，那金额判定的就是假设我的意思，假设老公跟2个人同时出轨，然后我要告，我不是不管是告1个人还是告3个人，他的金额就是固定的。来，简大为，来，答案是不会减半哦。对，终究是1个人要扛下所有。一笔钱，对，一笔钱，就是说，假设你的赔偿金额，法官觉得你痛苦值100万，你如果告小三，他就会判小三要给100万。至于说小三要跟老公2个人不是一起干这件事情的吗？要平均分配嘛，是小三跟老公之间的事。小三可以再转向老公，跟他拿50万，但是跟老婆都没有关系。不过刚刚少虎哥讲的那个3个人的情况很少见呐，因为我们是看某一件事情是几个人一起做，通常不会有3个一起做出轨的事情这件事。
她说老公可能劈好几个，可他劈好几条船啊对，。可是通常老公也不会同时跟2个人一起约会啊。不会3批一同起时啦，我们是看同时做什么事情。不会3个人一起 play。对，不会 play。这个我只能说你涉世未深。你还太年轻了，前真没有遇过。我后来都觉得这社会很黑暗，什么事情都会发生啊。太乱了。我也觉得好现烂。在吴尊只有，哎呦，柠檬跟王少宇可以威胁到你，追起来，我们俩没机会了。现在最后一题了嘛，对不最对？后一题了，哇，那来回到答题区，我不能减半。第5题。请问我无父无母，孤家寡人，我爸爸的私生子啦，可以继承我的财产吗？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，对，同小学。那个人可以继承我的财产吗？请选择。这个太纠结了吧？纠结人呢。私生子哦，私生子，可是我有继承爸爸妈妈的遗产吗？这不重要。不重要。来喽，我只有跟答题最多人站在一起才可以。我好骄傲，我好荣幸哦。是策略性的回答吗？陈哥，我觉得是不行，但是我是为了得分呢。对，他要继承我的，哎，对你说继承我爸就算，继承我的，我继承你的遗产哦，还有你蒸拌面的股份哦。还有那个很多哎。哦，那是真的不行。我觉得那个私生子可以继承爸爸的遗产，但不能继承他的表兄弟的遗产。这样算表兄弟，可以算兄弟哦。算兄弟没有表。已经算兄弟了。后面进来的不就是表吗他？的表家女这边的，女这边的表啦。我也觉得不合理。先进跟后来。来喽，好要公布喽。答案是我先说啦，兄弟姐妹是有继承你财产的权利的。好，那问题就在于说，我的这个私生子的，我爸爸私生子算不算我兄弟姐妹？答案是算哦。你看，对了。对，没错，因为我们看继承的时候，先看我有没有小孩嘛，没有的话看有没有父母嘛，都没有的话就开始看兄弟姐妹。那就算跟我没有直接血缘关系，只要有爸爸是私生子或妈妈是私生子，都算我兄弟姐妹。来今天喽，的奖金最高，答题是5题对4题的5分。有奖哦。学这一步，是我们最会出轨。最会抓出轨啊！谢谢。抓鬼。来，我们今天现场大家对于这个幸福有不同的定义，但是我们对于能够被保障的法律常识，如果具备的话，可能比较不会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我们都是值得幸福的人，我们都是值得再幸福的人，对好不好？也祝福你们得到未来真正的幸福。好，谢谢各位。来，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。See you，拜拜。谢谢大人。快订阅未来中文台 YouTube 频道。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